这草马咋卖啊？你觉得值多少钱？看着给吧。我看值多少钱？你神经病啊！走，爹带你去那边买。我要买，我要买季桃，你看，那不是你那位傻公子吗？季桃听后抬眼看去，发现还真是自己暗恋的男友。想想上次相见还是2月前，这突然再见季桃还是蛮高兴的。于是她就带着闺蜜来到韩信的摊前，找个由头就开始了搭讪。嘿，你说你是卖马的，原来就是这个呀！韩信抬头发现原来是喜欢的女孩，便开始热情介绍起一旁的商品，表示我的马跟别人的不一样，它还能跑呢，你信不信？季桃听后有点小惊讶，只见韩信拿起一个草马就在他面前开始不断摇晃，瞬间就把季桃逗笑了。送给你。谢谢。然而就在他们正撒狗粮时，一伙泼皮匆匆跑到他们大哥面前，声称有个臭小子正在调戏他们未来的嫂子，而且两人还在大街上眉来眼去的很是暧昧。一听这话，屠户的男性荷尔蒙瞬间爆发，便当即带着小弟们一起去找韩信的麻烦。由于季桃屁股大能生儿子，所以屠夫早就对季桃芳心暗许，而他们的突然出现瞬间打破了眼前的甜蜜。受惊的季桃也只好后退躲到一边。小子，谁允许你在这儿摆摊的？没人不允许，我就不允许。你是哪位？眼看韩信竟不鸟自己，屠户便指着韩信一顿羞辱，然后一脚将他的摊子踢翻。韩信深知对方是来故意找茬的，但他不愿惹事，便要起身离开。可没想到屠户却不依不饶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将韩信牢牢堵住。这时屠户又盯上了韩信手里的宝剑，便让他把宝剑给自己瞅上一瞅。家中传物不值一看。我偏要看看。虽然韩信心中万般不愿，但为了不惹是生非，他还是将宝剑递了出去。眼见韩信如此软弱可欺，屠户越发的得意，讽刺他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然而韩信面对恶霸的羞辱，却只是用眼神瞪了一下。瞪我？他敢瞪我？好啊，你现在有点像男人了。见韩信没有反抗，屠户更加的嚣张。为了在季桃面前展示自己的男人雄风，屠户决定好好教训一下韩信。你既然有胆量跨界，就应该有本事杀人。紧接着他便挑衅地说道：“我今天放你走可以，但你必须要用这把剑砍下我的头颅才行。”我不杀人。好，既然你不敢杀我的话，那也好办，只要你从大爷的裤裆下钻过去，大爷今天就放你一马。韩信听完没有搭理恶霸，于是转身便要离开，但他的退路都已经被恶霸的小弟们堵死。此刻的韩信深知今天不闹出点动静，他必然走不了。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韩信最终决定忍下这口恶气，同意钻档。而季桃则在一旁急得不停地摇头，暗示着他不要钻。可韩信面对这奇耻大辱，仅是微微一笑，单膝跪地，接着一言不发地往屠户裤裆钻去。可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当韩信刚要钻过去的时候，屠夫竟用双腿死死夹住他脑袋，接着左右摇晃，将韩信羞辱得体无完肤。就连最喜欢他的季桃都流下了委屈的眼泪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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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最后，在一帮地痞的嬉笑声中，韩信总算成功钻过了屠夫的当下。而围观的吃瓜群众纷纷嘲笑韩信是个窝囊废，白长了这么大的个子。但无论众人如何嘲笑，韩信却仍然选择容忍，因为他明白自己志在天下而非一时得势。正所谓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方为丈夫。只见他淡定地拔起佩剑，然后一个丝滑的宝剑入鞘上，瞬间吓了屠夫一跳。无两下，大哥，这小子会用剑啊！韩信自然称得上英雄，所以英雄绝对离不开乱世的造就。而此时的大秦帝国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，以陈胜、吴广为首的起义军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起了反旗。怎料赵高却选择对胡亥隐瞒不报，反而告诉这位秦国皇帝，外边闹事的只是一帮零碎盗匪在抢山头而已。但眼看大秦即将摇摇欲坠，秦国最后的守护神章邯忍无可忍，终于站了出来。哪儿来的10万大军？哪儿来的10万大军？10万大军！陛下，依臣所知，贼众并非10万。闻听此言，后怕的胡亥顿时燃起了希望。可下一秒是20万，如今已经抵达函谷关外，就驻扎在细地。胡亥彻底懵了，直接双腿发软瘫倒在地，这可把赵高给吓坏了，赶紧将地上的皇帝扶起来。此刻的胡亥心乱如麻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登基不到3年，压根没想过天下会大乱，更没想到陈胜、吴广手下的一员小将竟然打到了函谷关外，而函谷关又是大秦最后的屏障，一旦失守，咸阳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。于是胡亥只好询问章邯该如何应对。章邯声称造成今天的局面，全因朝中百官只顾苟且容身，不敢向陛下禀明叛军的事情。接着章邯就推荐几位大将，
首选的便是王翦之孙王离将军，因为他统领的长城兵团可是大秦的精锐之师。他太远了，驻守边关，即使赶到这儿，也解不了燃眉之急呀。见此，章邯又推荐名将李豪前来担此大任，可他殊不知，去年赵高就将李豪给玩死囚了。陛下，臣又想起一人，便是吴田将军，可堪当此任。莫提他，去年他就疯了，现在还关着呢。丞相，我朝真的没有人可以带兵打仗吗？但赵高却让胡亥别着急，既然这章邯敢站出来揭穿外面事实，那他一定有办法。眼看目的已经达到，章邯便拿出地图开始分析天下局势，声称反贼周文师乃村夫莽汉。虽说他兵临函谷关外，但他打仗毫无章法，只要自己率领精兵一步，直捣贼营，斩其贼首，到那时贼军就会溃不成军，咸阳城之危便可解。但赵高却声称眼下咸阳城已经无兵可调，可这却难不倒章邯。他声称骊山有徭役10万，还有那些看守的蒙恬军团，不如将他们全部冲入咱大军之中，只要他们在沙场立功，便可免除徭役身份，甚至封官赐爵。臣恳请陛下颁布诏书，大赦天下。可没主见的胡亥只好扭头看向赵高，却不想赵高当场甩锅，让皇帝自己拿主意。这下胡亥慌了，但毕竟他是秦始皇的儿子，再怎么说也有分辨对错的智商，最终应允了章邯的建议。传朕旨意，骊山凶徒一律赦免。而赵高深知章邯无依无靠，怕难以掌控，为了能够约束此人，赵高又向胡亥建议将扶苏之女陈熙公主许配给章邯，看似是莫大的恩宠，实际是为了控制章邯。因为只要家眷在咸阳，章邯就不得不听赵高的调遣。不过好在章邯和公主早就暗生情愫，待博浪沙张良刺杀嬴政时，章邯救过陈熙公主一命，那公主嫁给章邯自然十分愿意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也应该感谢一下赵高。可只是他们二人刚刚新婚，还没来得及洞房，章邯就要亲自前去骊山征兵。而这骊山里的囚徒可不简单，自始皇帝以来，全秦国上下所有的杀人抢劫、无恶不作的重犯都关在这里，因此骊山也被称为秦国的哥谭市。但章邯却对这帮亡命之徒十分看重，因为他需要的就是这帮心狠手辣之徒来替自己砍人。你犯了什么罪？杀人几个？3个，全都被我砍了头。杀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够本了。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